Hello，大家好，每天读经5分钟。今天我们再来读一小段的六祖坛经。上一次我们读到的是六祖慧能往南方逃跑，被慧明将军给追到。那慧明将军告诉六祖慧能说，他是为了求法，而不是为了抢夺衣钵。后来六祖慧能呢，就引导慧明将军屏息诸缘，勿生一念。接着呢，当他进入到一个状态之后呢，六祖慧能问他说：当下你觉得你的本来面目是什么？这时候呢，慧明将军就在六祖慧能的引导之下，发现了他自己的菩提自信，并且他告诉六祖慧能说：以后你就是我的老师了。后来呢，他们就分开之后呢，慧明将军还帮六祖慧能呢把这些追兵给引开。那后来慧明将军也改名叫做道明，避开六祖慧能的这个名字，避开老师的名字以示尊重。那这边的话，其实这边有蛮多东西可以聊的，但是聊起来比较杂一点，那我们就有机会再聊。主要就是会跟第10章附主品那边的内容有点连结，就是一花开5叶，结果自然成那边。一方面呢，六祖慧能这个当下，其实六祖慧能24岁，也还没有出家，他就已经受法了，已经接受了五祖弘忍传承给他的顿教心法和衣钵信物了。这时候他24岁而已。同时呢，你看六祖慧能渡了慧明将军，引导他开悟。那慧明将军以前在黄梅县东禅寺是还没开悟的，所以六祖慧能的时代开始了，就是随宜度人，就是他不是只传法给特定的单一对象，他是有缘就度。那我觉得这是蛮大的一个变化。那这边的话有很多东西可以聊，但是因为牵涉延伸太多了，那我们就有机缘再聊。那我们先继续把六祖坛经的行有品内容过一下。那当六祖慧能跟慧明将军分开之后呢，他又被2人追逐嘛，最后在四会县的时候，他就到认识了一个猎人队之后呢，就跟着猎人队一起生活，在那边躲避这些追兵。那在猎人队的生活呢，很长时间，就经过了15年的时间，非常长的时间，有时候很难想象。你看，人一辈子的时间才多长？那六祖慧能虽然承接了顿教的心法和衣钵，可是呢，他却必须要磨练，还有隐遁，还有多长15年的时间，很长很长的时间。因为他刚承接衣钵的时候是24岁嘛，那经过15年就是39岁，几乎已经到中年了。在这段过程当中呢，他在猎人队里面呢，面对这些猎人也是随意说法。因为顿教法门重的是引导，引导每个人去悟本性，引导每个人心中本自具足的智慧。一切万法本来就是因为8万4千众生，就是根据一切众生的需求而产生了一切万法。所以说，根据每个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根据每个人的疑问，根据每个人的根基和个性呢，随时随地因时制宜的说适当的内容来引导他，引导他向善，引导他悟本性。那他在猎人队里面的工作是什么呢？之前在寺庙里面呢，他的工作是磨米嘛、砍柴嘛，这些粗活。
那六祖慧能在猎人队里面的工作就是守网哦，因为猎人会设一些陷阱，那慧能就负责顾这些陷阱。当陷阱有抓到动物的时候，他就负责把这些动物收回来哦。但是呢，每一次遇到有动物呢，有生命被这个网子给被猎人的陷阱给捕猎到的时候呢，每一次六祖慧能都把这个动物给放了，把它放生了。这才是真正的放生哦，就是遇到了发起慈悲心而把它放掉，不是为了追求福报，也不是因为救人一命功德多大，福报多大，它纯粹就是慈悲心而已，也不是为了守戒律。在顿教法门当中呢，六祖有说过，心地无非自性戒，就是一切的戒定慧，一切的戒律呢，并不是外在所赋予我们的一种规范，而是当你跟自己自性智慧链接的时候，你去倾听自性智慧的频率，然后呢，你根据这个频率，自然而然的去起心动念，还有所做出的行为，自然而然就是会符合这样子的模式。所以说，六祖慧能24岁呢，接受五祖弘忍传承的时候，他没有出家，也没有受戒，没有受什么出家戒律，也没有剃发。可是呢，你看他遇到生命，他自然而然根据我们说自性智慧是最好的引导嘛，如来善护念诸菩萨，他会引导我们的起心动念。那当六祖慧能看到动物被这个捕猎的这些捕兽夹或是这些陷阱抓到的时候，动物受伤了，他就觉得舍不得，就把它给放了。这是因为他关照自己的心中的菩提自性，自然而然遇到这个情境呢，他产生这样的慈悲心，就把它给放了。它是无为的，不是说为了什么，也不是说这样子做符合什么戒律，也不是说这样子做代表什么意义，善或不善都没有这些东西，就是纯粹就是你倾听自己自性智慧，你觉得该怎么做是对的，你就这样做了。并不是说第六意识心判断说是非对错该怎么做，符合什么规范，这是不一样的。所以顿教法门跟我们世间法以及跟我们现代所受的科学教育是很不一样的。我们现代的教育有点像是选择题、是非题一样，然后每遇到一个情况，你就好像在写一张考卷、写选择题、是非题一样，要怎么作答。可是呢，顿教法门不一样，一切的情境你是问自己的心，倾听自己的菩提自性，看该怎么样做才对。然后呢，你倾听到了之后呢，你再转换成文字，转换成行动，转换成言语来跟人互动，是这样子的。所以说，一切的标准就是在于你的菩提自性怎么引导你而已，没有其他外在的标准，也没有外在的戒律。那他除了遇到生命会放起慈悲心，会把这个生命给放掉以外呢，另外呢，每当到吃饭时间一日三餐吃饭时间的时候，六祖慧能呢，他往往是将一些野菜将一些蔬菜呢，因为猎人煮东西铁定是一大锅的嘛，然后呢，他就祭煮这个肉锅，就是有点像吃火锅一样嘛，就一些蔬菜、一些野菜啊、菜类的东西，然后在这火锅里煮熟了，然后来吃这样子。这样子吃，虽然还是有沾到肉汤啊，但是他就是尽量不去吃这些动物。所以说，这跟这个守这些陷阱的时候，看到动物受伤了被捕到，然后起慈悲心把它放掉，是类似的意思。就是其他他没有放得掉的生物，可是被煮来吃的时候，他也不忍心吃它们，所以说他就说。其他猎人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不吃呢？”那他就说呢：“我吃肉边菜就好。”这样子那这就是呼应到我们现代的一些素食文化。
那这个以后再聊，因为再聊下去又会聊得太多。总而言之呢，这边这段内容，我觉得感触心得比较多的就是在于说，一切万法是源自于自性的，而不是外在的戒律或者是外在的规范。因为六祖慧能这个年纪还有他的当下是没有受戒的，也没有出家的，所以就不可能说哦，你要吃素啊，然后你要什么戒律啊，什么五戒啊，什么不能杀生什么，他就没有，他根本没受这些戒。可是没受戒的情况之下，他为什么会有这种行为呢？是因为六祖慧能他早就已经跟菩提自信链接了，他根据自信智慧的引导来展现出他的行为和言语和做法。换句话说呢，如果说就像《金刚经》说的，一个菩萨道的人，一个菩萨，他自然而然的，你如果根据自信的引导的话，你自然而然就会有怎样的发心，有怎样的行为。这个跟一般我们按照外在的规矩或是外在的戒律来行为是完全不一样的模式。不是说哦，父母告诉我们怎么样做对，怎么样做不对，或是学校老师，或是社会，或是大家的一种大家都这么做的一种模式哈，或是法律规定，都不是这些外在的规定，而是呢，遇到所有的人事物都倾听自己的内心，怎么样做才对，他就这样做。换句话说呢，放生跟吃素这些东西是不是说哦应该吃素，应该放生，而是当你跟自己菩提自信连接的时候，你遇到这个情况，你自然而然就会这样做了，因为我们内心自信智慧的频率本来就是这样的。因为所有的众生都有灵性，都有菩提自信，只是今天他们六道轮回当中，他们可能是畜生道的。可是呢，对于开悟圣人来说，这些生命都是有佛性的，因此他看到这些生命，他就不忍心去吃它，就想把它给放了，是这样子的哈。所以这个观念是，跟我们一般大众认知是比较不一样的。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读到这边，其他内容我们就明天再继续喽。那我们就明天见喽，拜拜。